喲呼，哇，這個真的很帥啊！一鍵空切進去上籃，哇，這個很爽。我突破完，然後這樣子出去，你們看到這個？這啥小啊？上籃，喲呼，打斷，上籃，打斷，後撤，投籃。OK， 像這樣子。等一下，我靠！我只要看他對面有大甩動作，一出現我就，我操！等一下，這他媽還是人嗎？傻小。難開高了，爽就站起來啦 ！OK， 各位，是我你們的好朋友台灣惡男，終於來了，我們的 The Answer Allen Iverson。關於這名球員，我相信他在每一個籃球迷的心中都有一個特別的地位哦。那麼因為今天時間篇幅的關係呢，我就不在此多做講述。之後我會再專門出一部影片來做更詳盡的介紹。那今天讓我們把重點放在這一個測試服當中這個角色的一些技能特性上吧。老樣子，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都是測試伺服器的內容，絕非正式上線的效果，還請各位特別注意哦。在今天這部影片開始之前，請容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古語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個籃球手遊而已，要利什麼器？那肯定是木木模擬器。木木模擬器是官方唯一指定的電腦端遊玩平台，為各位提供更深度適配、相容性更強大的電腦端體驗。我會選擇它的原因主要有3點。第一點是因為它是一個完全無廣告的模擬器。再來第二點，不管你使用的是 PC 還是 Mac， 它都可以完美的來發揮你這台電腦的上限。像我自己本身使用的是 M4 Pro 晶片版本的 MacBook Pro， 当我在遊戲当中去使用一些操作比較細膩的角色的時候呢，就會需要你的裝置的穩定度了。那麼我在使用我這台 Mac 執行木木模擬器的時候呢，我的幀率一直都是穩定的維持在120幀，完全動也不動，穩如老狗啊。那麼再來第3點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的，那就是木木模擬器它是有特別針對全明星街球派對這款遊戲去做過優化的，不管是你要使用鍵盤或者是遊戲裡面的原生搖桿設定呢，它都可以完美支援所有的操作設定。那麼透過模擬器直接去連線連上搖桿呢，它就可以做到0按 S 的按鍵輸入誤差。也就是說，不管你在搶板，或者你在防守，或者是你在搓 Irving 的隱藏突破的時候呢，它都可以直接给你最流暢的體驗。那麼各位聽到這個地方，你是不是覺得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當重要了呢？現在就立刻點擊影片下方說明欄的連結來下載木木模擬器吧。好了，我們先來看看這個角色的例會吧。在這個主畫面當中，你除了可以看到 Iverson 超帥的運球效果之外呢，其實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彩蛋。這邊有個電話響了，然後他拿起來接電話，這個球鞋超大的，各位應該知道這個球鞋是誰的，對不對？沒有錯，就是我們的 Shaquille O'Neal 的球鞋啦。那這個梗呢，是致敬他之前的一個片段。Oh, AI, telephone homie. Hello. Yeah. What? Oh, yo, it worked for real, man. Yeah. 他是在2005年的 NBA 全明星賽的時候呢留下的一個片段，所以這邊是不是在暗示着 Shaquille O'Neal 或許也不遠了呢？好啦，這個是題外話。那我個人是覺得這一次的這個角色的模組跟他的例會呢都是做的相當還原的，包括他這個瘦小的身形啊，我覺得也是很還原。Well done，全明星街球派對。好，再來我們來看看他的屬性數值吧。那我們這邊把所有的潛能都拆掉的話呢，空的數值是長這樣。那在現在這種大3分小球時代啊，3分太低肯定是一個硬傷，对吧？所以呢，他也是給到了他121點的3分，但是就分位來說，我覺得似乎還算是有點低了哦。那麼他的數值跟其他的控位還有分位比較起來呢，其實都不算是相當的出色哦。然後跑動這邊他給到的是113，在所有的控位跟分位裡面也不算是太快。目前全遊戏最快的應該是 Rose 哦，跑動足足有121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由於 Iverson 他的技能加成的關係呢，會讓他的跑動的速度或者是中投3分的命中率呢，都還要比其他角色來得更高。這個我們等一下後面就會跟各位提到。那這個3分最極限應該也只能到大概140啦，因為他的121點其實是已經加上夥伴的5點，還有強化的5點了。我個人應該會比較偏向之後給他帶個16的3分，然後再加上時裝的3點，湊滿個140剛剛好差不多。然後我個人特別在意的一點就是他的干擾值，他的干擾值跟 Irving 還有 Curry
Curry 是同一個等級的啊，那就是說你很有可能會常常被對面頂進球哦，所以我個人應該也會偏向到時候多帶一點干擾來增加它的干擾數值哦。再來我們來看看徽章的部分，第一個徽章給了被動鍾愛一生。Iverson 他在得分之後，下一個進攻回合所有命中率加4%，然後如果出手沒有命中或是被蓋帽的時候呢，防守回合內的能力會增加，所以這個就可以稍微去補足他的跑動了。那第一個花式給到轉體投籃，再來第二個徽章給到的是安全傳球距離增加，第二個花式給到了一個扣籃的花式啊，給扣籃真假，感覺給扣籃有點怪怪的。第三個徽章好像還不錯，成功搶斷蓋帽的時候呢，它才會增加所有命中率，記得是所有哦，也就是說2分、3分上籃全部一起增加，然後最多可以疊加到3層，也就是說最多可以加到6%，那還不錯。但是如果你是單排，你的隊友都不會蓋帽跟搶斷的話，那你就自求多福吧。夥伴的部分呢是3分、搶斷跟運球。好，再來我們來看看技能說明的部分吧。大招是得分答案，看上去哦好像說明很大一串，其實它的大招非常簡單。它的大招有3層，第一層呢就是普通的這個叫做得分答案的大招，只要你釋放過後，它會變成第2層的正確答案。原本第1層呢只要消耗300點的設計值，到第2層呢會變成消耗到700點，但是它也可以獲得一些相應的 buff， 比如說投籃速度會增加，比如說空位投籃命中率会大幅增加，但是記得只是大幅增加，不是一定會進的。那加了一個特別的機制，是對手原地不動，或者是與突破相反的時候，被晃動概率大幅增加。那這個機制就跟 Rose 的大招是一樣的。那第2層在開完之後，就會到了第3層的終極答案，同樣的士氣消耗也會增加到1000點哦。投籃速度會再度增加，並且絕對投籃命中率大幅增加。那經過我測試下來呢，是可以頂投的。那如果是在無人干擾的情況下是必進的，並且它可以強制晃動面前的所有對方球員哦。好的，再來我們來看看他的被動技能吧，游刃有餘，他應該加上從從容容啊，順便跟時事梗結合一下。那在進攻回合的狀態下呢，他的扣籃觸發概率和扣籃命中率會大幅增加。OK， 我覺得這技能好像也沒什麼用，老實說。那我覺得這個技能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他只要在持球的時候沒有發生身體接觸。什麼叫做沒有發生身體接觸呢？簡單來說就是你不能夠跟對面的人碰在一起。那如果你一直都沒有跟对方碰到一起，它就會進入這個叫做游刃有餘的狀態，你會有縮小干擾範圍的效果。可是如果你跟對方一發生接觸，怎麼感覺有點假？你在2秒內，你的移動速度會額外大幅增加，還會像這樣子閃着紅光，有沒有？它會額外大幅增加移動速度。那2秒之後，它就會退出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嘍。那麼當你退出了游刃有餘的狀態之後呢，你還需要花4秒的時間呢，再次去啟動這個游刃有餘的 buff。那剛才我們指的是進攻方面的，在防守方面的話呢，一樣，它如果在沒有發生身體接觸的時候呢，會進入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按照這個技能說明來說，你看上去好像很簡單，對不對？其實它在天賦裡面呢，藏有一些不錯的被動技能哦。如果你升滿的話，它的總冷卻時間會再減少1秒，也就是說你冷卻只需要3秒鐘，你就可以再次去發動那個加速的狀態。那第2個是呢，它在突破的過程當中，如果被對面撞停的話呢，它也是跟 Jaylen Brown 一樣，可以去規避撞停的。可是你在撞完之後呢，你就會開啟這個紅光的狀態了，那應該就會開始啟動這個3秒鐘的 CD 哦。等到3秒之後，你才能夠再次進入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好，接下來我們來看小技能吧。它的突破呢，給到的叫做答案突破。那麼這個答案突破通常會搭配答案變向，還有突破上籃跟調整運球這3個技能呢，來做到無限 A 去晃出空檔哦。這個等一下我們後面在練習場的時候，各位就會看到了。那後面這個變向跳投呢，我覺得就沒有什麼太特別了。然後再來是突破上籃，突破上籃呢，很厲害的地方是它的釋放範圍超大哦，它是在5米到8米哦，也就是說你可以從3分線的地方直接切進去上籃哦。等一下各位就會看到了，真的還蠻爽的，就是一鍵從3分線切進去上籃哦，這樣的角色終於來了嗎？然後再來小招 Iverson 橫切，給到的是一個空手跑位的技能，就你只要在這個罰球線附近的圓圈，你可以去做到無球跑動。那這個接球出手有2種哦，第一種呢就是普通的接球速投，那再来第2種呢，這個我老熟了啦，沒有錯，各位集訓藤真啦，但各位不要忘記了，是集訓藤真抄他的，好嗎？
他才是創始人。然後最後這裡呢，給到了一個空中攔截，就是對面吶，如果做到爆傳的時候呢，他就可以直接把這個球攔截下來。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100%的。好的，那接下來就讓我們進練習場來看看他的所有技能的展示吧。好，首先大招部分的話呢，剛才我們前面有解釋了，還有3層嘛，对吧？我第一層放完之後，它就會變成正確答案，700點士氣值就可以使用。那我700點放完之後，它就會變成1000點的終極答案。如果放完之後呢，它就是維持在終極答案了。然後釋放這個大招特別要注意的地方是如果說你不帶方向鍵，直接按下大招鍵的話，它就是直接出手，那這個就不會附帶任何晃倒的特效。那如果说你是扣着方向鍵使用的，比如說我扣着左，然後使用這個大招，它就有這一個晃倒的特效。好，那比如說对手在這邊，我直接用大招，它就是必定晃倒的。那這個大招也是可以銜接在所有的突破動作當中的。那比如說我在突破的過程當中去扣着一個向後的方向鍵的大招，它就會像這樣附帶一個必晃倒的特效。所以簡單來說，就是第一層很普通，第二層呢就是 Rose， 第3層就是 Irving， 就這麼簡單啦。好，然後再來我們講一下它很重要的一個技能哦，就是它的從從容容，不是，是游刃有餘的這個技能哦。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我的手上有藍光，對不對？這個手上有藍光的狀態，就是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態下進攻呢，你才能夠確保你的進攻有最大的收益。如果沒有這個狀態，基本上你的干擾超級好踩。那怎麼樣這個狀態會取消呢？就是你看，比如說我靠近它，像這樣子。有沒有身上發紅光？這個狀態就會取消了，就沒有這個被動了。直到3秒過後，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才會再次出現。如果你碰到的人是隊友，是沒關係的，他不會去取消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只要你碰到的人是對手，跟隊友們撞在一起，那他就會取消這個游刃有餘的狀態。那這個就是你用 Iverson 在進攻的時候呢，需要注意的地方了。所以如果你今天遇到一個人呢，死死黏着你的話呢，哇，那你就真的要小心了。他不一定是 gay， 但他肯定能夠踩到你的干擾。好，然後再來是關於他的突破機制呢，其實也相當好理解哦。他的突破鍵呢，基本上就只有左跟右的突破方向。突破鍵這個按鍵並不會向前或向後突破。那如果你想要向前突破的话呢，你要用上籃鍵；你想要向後突破的话呢，你要用傳球鍵。所以很好理解，就是上籃就是往前突破，然後突破鍵就是往左或往右突破，然後突破完之後去按傳球鍵，那就是往後去突破。好，那我覺得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是它的接球啟動。如果你在平常接球啟動的話，它是像這樣。有沒有？這個就是 Towns 的那一種接球啟動。那如果說你想要做到像那種快速的接球啟動的話呢，有2個方式。第一個方式就是你使用 Iverson 橫切這個技能完之後，在一定的時間內呢，你的接球啟動會變成向前突破的這個技能。比如說，我們來看一次哦，橫切完，好，接球，它就變向前。那第二種就是在空接投籃完之後，在取消之後，直接去使用突破鍵，它也會變成是向前快速突破的接球啟動。我們來看一次，像這樣突破，有沒有？它就會變成像這種突破方式了。那這個是我覺得它接球啟動的突破機制比較特別的地方哦。然後各位最屌的地方來了，它的上籃，各位看一下，我按上籃鍵，你看這個範圍有多大？沒錯，它可以從3分線直接一鍵上籃進去，這如果是打一個空間陣的話，基本上大概也只有大班能夠衝進去冒得了人吧。我們用一個跑速比較快的龜龜來跟看看。喲呼，哇，這個真的很帥啊！一鍵空切進去上籃，哇，這個很爽。可是我總覺得好像是冒得到的，就連電腦它沒開加速，感覺都快跟到了。所以基本上你只要扣着加速，我感覺是有機會冒得到的哦。我覺得這個上籃速度好像沒有想象中那麼快，它可能需要稍微拉扯一下。比如說呢，你在突破完之後後撤，拉出去之後，然後再直接鬼轉切進去上籃，就是我覺得他的進攻要更有計劃性，他並沒有辦法無腦一鍵得分哦。哇，到時候估計這個 AI 之亂開始之後，應該會很多人叫苦連天，因為這個1號位老實說，我這樣玩下來的感覺，我覺得他不是一個特別好上手的角色哦。那另外他的突破動作也是全新的，我們來看一下，他有一個超酷的突破動作，比如說你看哦，像我現在我突破完，然後這樣子出去。你們看到這個，這傻小啊！這個直接整個人他媽爬在地上滾了。我這輩子還沒看過 Iverson 有這種突破動作過哎，這應該是 And1 的那種接球手的突破動作吧？怎麼會用在 Iverson 身上？你看他突破完，然後從地板上哇瞬間爬起來哎！
這是什麼鬼東西？所以這樣看下來呢，這個角色基本上就是一個以上籃的進攻手段為主的角色了，對吧？所以呢，他也給到了這個角色非常多的上籃技能包。首先呢，就是1點的突破上籃，再來是2點的自拋自上，再來最後一個是3點哦，他的上籃是給到了3點去哦。來，他的1點就長這樣，然後這是普通的上籃，那再來2點就長這樣，這是一個自拋自上，然後再來3點。就是自拋自上完，再加一個拉桿的動作啦。那我是覺得這個2點跟3點好像看上去沒什麼差，而且我覺得這個自拋自上的動作，並沒有算是非常還原。我感覺 Haliburton 的好像還帥一點，這個有點可惜。希望2次測試的時候可以再修正。目前這樣看下來，他的進攻方式有蠻多種的，除了原本的單 A， 然後去想辦法 A 出空檔之外呢，你也可以去作為像 Curry 那樣子的空手跑位的球員哦。比如說我在跑位完，然後呢快速的接球啟動，像這樣子。這個也是可以的，它的空切的速度其實還算是蠻快的。好，那我們來快速的展示幾個它的突破技能吧，比如說像這樣子，有沒有？哇，很帥，但我覺得應該也算蠻好踩的。好，上籃，打斷，上籃，打斷，後撤，投籃。OK， 像這樣子。就它很多段突破，但突破的速度也不算是特別快，距離也不是特別長，所以我估計到時候應該也是要帶滿22運球來拼晃倒。各位要注意一點是，他所有的進攻招式都沒辦法分球啊。比如說，我要後撤投籃，可不可以分球？不行。好，比如說我要上籃，可不可以分球？很抱歉，也不行。所以如果你要用這支來打進攻，那你就要確保自己絕對不要被蓋啊。如果你被蓋了一球，估計你的隊友就氣憤你了。哦，等一下，他的這個空中攔截是需要自己去手動按的誒，它不是被動觸發的誒。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好截嗎？哦，很好截誒，這很好截。那如果說我站在中間的地方，等一下，跳這麼高，我操，真假？再一次站中間，喂，可以耶，我很爽誒。等一下。就是，喂，哇靠，真的可以，好爽哦！哈哈哈哈哈，真假？這樣也可以？我靠，我只要看他對面有大甩動作，一出現我就，我操！等一下，這他媽還是人嗎？傻小，這好猛哦！喂，好啦，這個技能雖然看上去好像很厲害，但我覺得應該沒什麼用，就是大甩的時候能用，但大甩的時候你也要能夠反應得到才可以啊，而且還有可能會攔截過完，它必須要剛剛好球在你頂上的時候按下去才可以攔截成功，所以比起威少，我覺得這個技能不算是特別的實用哦，這點我覺得算是可惜了，人家可是 NBA 年度超級王而且這個萬一沒有攔截到是會失位的萬一失位了怎麼辦？好了，那麼看完 Allen Iverson 這個角色所有的技能展示之後，你覺得這個角色表現的怎麼樣呢？我個人是認為他應該是高幾率還會再被加強，應該會針對他的突破的速度跟距離來做加強，要不然我覺得這個角色他不能夠上籃分球，也不能夠投籃分球，跟其他的角色比起來，真的算是挺弱勢的。你誰都可以得罪，這個戰神絕對不能得罪啊！他的平衡是相當難拿捏的啊！以上就是我們今天這部影片的所有內容啦，感謝各位朋友收看，我是台灣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大家拜。你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啊，你為什麼喜歡 Allen Iverson 嗎？帥啊，超帥的是怎樣帥？因為他那時候不是編那個辮子頭嗎？然後護腕嗎？對啊，然後還有什麼刺青整個樣子，那時候 NBA 沒有人這樣啊。然後他會覺得超帥，然後他打球又帥啊。OK， 長得也帥啊。重點是長得帥。對 ，OK， 怎麼了嗎？沒事。